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副总统，出国拜访被人围殴，你要怎么办？1958年5月13日的中午，身为美国副总统的你出使委内瑞拉，坐在一辆密闭的黑色凯迪拉克里，车外是近4000名手持钢管、砖头，甚至举着火把要活活烧死你的人。伴随着特制的防弹玻璃破裂，锋利的玻璃渣飞溅过来，直接划破了你的脸颊。此时此刻，你身边坐着全副武装的顶尖特工，只要你稍微点一下头，冲锋枪瞬间就能朝人群扫射出一条血路，保你活命。但在生死一线间，你不仅没有点头，反而死死咬住一个命令，绝对不准开枪。而坐在车里的人就是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要搞明白几千名委内瑞拉平民为什么非要手撕了一位美国副总统，我们就要看清楚委内瑞拉到底发生了什么。在20世纪前半叶之前，本就没消停过，各地手里有枪的军头常年互相掐架，谁打赢了谁就去首都当总统。到了1908年，这场大逃杀迎来了最终赢家胡安·比森特·戈麦斯。这位老兄是个狠人，他上台后干了2件事，把委内瑞拉安排得明明白白。第一件，把国家变成私人农庄。戈麦斯根本没有现代治国理念，他把国库当自己的私人钱包。恰好在他统治期间，委内瑞拉打出了地下第一口商业油井，黑色的黄金喷涌而出。戈麦斯靠着卖石油发了大财，顺手把军队喂得饱饱的，谁敢不服就打谁。第二件，发明了独属于他的选举法，他自己挂个军队总司令的头衔，在幕后发号施令。在这个阶段，委内瑞拉的逻辑非常简单粗暴，选票算个球，大炮即真理。面对这种真理，能够结束他的只有一件事。1935年，戈麦斯终于老死了，全委内瑞拉老百姓长舒一口气，以为天亮了。结果接班的是他手下的2位军人小弟洛佩斯和后来的梅迪纳。这2位新一任大当家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石油财富催生出大量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新社会。所以人啊，一旦吃饱了饭，要求就高了。1945年10月，国内最大的反对群体联合了一批少壮派军官搞起了事情，他们成立了革命执政委员会，承诺要搞真正的民主普选。1947年，委内瑞拉迎来了建国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的全民参与的总统大选。结果，著名小说家罗穆洛·加列戈斯代表民主行动党以74%的压倒性优势当选，成为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加列戈斯虽然是个好作家，但在军人眼里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民主的果实还没捂热，就被当初帮着种树的军人们给拔了。1948年11月，民选总统加列戈斯上台才短短9个月，军方就翻脸了。一个叫西门尼斯的小伙要搞事情了。1945年时，西门尼斯还是一名少校，当时委内瑞拉还在上一代军人的统治下，老百姓要民主，年轻军官要晋升。于是西门尼斯带头串联了一批少壮派军官，与主张民主的民主行动党结成了同盟，搞起事情，推翻了旧政府。正是因为这份拥立之功，民主过渡政府成立后，西门尼斯作为军方的核心代表，被火速提拔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可以说1947年那位小说家总统加列戈斯能有环境搞全民大选并顺利上台，前期的场子是西门尼斯带人帮忙镇住的。既然是一起打下的江山，为什么9个月后就翻脸了？他试图削弱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特权，计划把更多权力收归文官政府，甚至打算动一动军方的预算和人事安排，让军队老老实实回军营待着。这不就是开玩笑吗？坐在总参谋长位子上的西门尼斯立刻感受到了危险。他的逻辑非常直接，当年是我们少壮派拿枪杆子帮你们把台子搭起来的，现在你刚当了9个月总统，就想把我们这些拿枪的踢下桌。既然枪把子还在自己手里，那就不客气了。1948年11月，西门尼斯利用总参谋长可以直接调兵的职务之便，联合另外2名高级军官搞事情，士兵们直接开进首都，把当初他们自己扶上台的总统加列戈斯赶出了国门。成功后，为了掩人耳目，军方没有立刻让一个人掌管一切，而是成立了3人军政府。西门尼斯的职务顺理成章地升了一级，从总参谋长变成了国防部长。这一下，他彻底将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大权捏在了自己手里，从幕后的造王者，正式成为了向最高权力冲刺的头号玩家。1950年，军政府的名义上的一把手查尔伯遭到暗杀，这下老西彻底成了军政府里一手遮天的人物。他找了个叫苏亚雷斯的平民当傀儡总统，自己则在幕后疯狂输出。到了1952年，不装了，为了给军政府洗白，老西决定举办一次制宪大会选举，打算通过官方背景的政党合法赢下大选。结果到了1952年11月投票那天，老西一看早期计票数据，发现反对派的票数遥遥领先。老西的反应是拉闸、断网、封锁消息。几天后，军方强行宣布老西的政党大获全胜，傀儡总统苏亚雷斯被一脚踢开，老西直接无视真实选票，宣布自己就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上位之后，老西进入了金钱与大棒并用的巅峰时期。经济上，恰逢苏伊士运河危机，全球对美洲石油需求激增，委内瑞拉石油收入暴涨。老西拿着这笔巨款疯狂搞基建，修出了当时南美最牛的高速公路、豪华酒店和军官俱乐部。政治上完全取消大选，把你们喂饱了还要啥自行车？他把特务安插在了各行各业，餐厅端盘子的服务员，街头擦皮鞋的小哥，大学里跟你一起痛骂食堂难吃的同学，甚至你家楼下的杂货店老板都可能是线人。你在酒馆里抱怨一句今天这肉怎么这么柴，可能没事，
但你要是顺嘴接了一句老西修的那条路真是费钱，晚上回家时可能就会发现在客厅等你的是几位面带微笑的特工。按理说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应该对这种军政府嗤之以鼻才对，但历史的魔幻就在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制裁他，反而做出了一个惊碎拉美人眼镜的决定，派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在加拉加斯当着众人的面授予西门尼斯一枚级别甚高的功绩勋章。作为二战名将和冷战时期的美国大管家，艾森豪威尔脑子里有一个著名的国家安全底层逻辑：国家安全约等于精神力量乘经济实力乘军事力量。请注意，这是一个乘法公式，只要其中任何一项归零或者接近于零，最终的结果就是零，美国的全球防线就会崩盘。因此，在1950年代，美国对待拉美后援的考核标准变得高度实用且单一。第一，你必须亲美，不亲打到你亲；第二，你得有足够的资源滋养美国的经济底盘。而西门尼斯治下的委内瑞拉简直就是这个公式的完美填空体。他不仅在国内重拳打碎委内瑞拉的左翼力量，更关键的是，委内瑞拉地下躺着海量的优质石油。西门尼斯非常懂事地将这些战略资源以相当优厚的条件向美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在华盛顿高层的战略沙盘上，西门尼斯个人的残暴与否根本不在考量范围内。他是一把能锁死拉美后院，并能源源不断输送黑色黄金的好锁。大国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全是冰冷的利益，但落在小国平民身上，却是一座座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血肉大山。当这枚闪烁着强权光芒的勋章在老百姓的眼皮子底下戴在西门尼斯的胸前时，委内瑞拉人的尊严被深深刺痛了。原来那个每天拿枪指着我们搜刮民脂民膏的暴君，是他背后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美国在花钱养着的。就在这一刻，一颗填满仇恨的火药桶被悄悄埋在了委内瑞拉的地下。他不需要多大的动静，只等一个合适的契机。1958年1月，委内瑞拉老百姓的耐心终于耗尽，全国爆发大停工，几十万平民走上街头跟秘密警察硬刚，连底层的士兵和海军也看不下去，纷纷宣布倒戈。眼看大势已去，西门尼斯非常果断，提着塞满美钞的行李箱，连夜坐飞机跑路了。1月23日，委内瑞拉迎来了历史性巨变，由人民和底层军官组成的临时政府接管了国家，大家都觉得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按常理，人家刚推翻暴君，你就算不发贺电，至少也得给个好脸色吧。但美国这个国家，你千万不要被他所谓的民主自由所迷惑。他们不管你是否推翻了暴君，他们只在乎你推翻的人是不是给他带来实际利益的。如果没有，就算他是一坨翔，美国也说他是民主的，是文明的。委内瑞拉新政府四处通缉西门尼斯，强烈要求把他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美国不仅拒绝交人，还给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发了签证，让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豪宅里舒舒服服地安顿了下来。而他的舒服都是吸着委内瑞拉人民的血汗钱所换来的舒服，在委内瑞拉平民眼里，这叫公然包庇国贼。如果说包庇国贼只是伤害了感情，那接下来的操作就是要断人家的生路了。1957年底到1958年初，美国碰上了一场颇为头疼的经济衰退。在这场衰退中，叫苦最惨的是美国本土的石油大亨们，因为外面的油实在太便宜了。当时委内瑞拉和中东的原油就像不要钱一样往美国涌，开采成本低，产量大，直接把美国本土的石油价格打得抬不起头。德州的油老板们一看利润表，脸都绿了，立刻组团跑到华盛顿去游说施压。资本家要利润，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给出的说辞非常巧妙。他们对艾森豪威尔说：“总统阁下，如果我们这些本土油企被便宜的外国油挤垮了，破产了，以后万一跟苏联打起全面战争，海外航线被切断，咱们的坦克飞机难道烧木柴吗？”这套国家安全的逻辑一下子就动到了艾森豪威尔脆弱的神经。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顺水推舟，搞出了一个原油进口配额限制。这个政策的核心意思就一条：人为卡住外国便宜原油的进口量，抬高国内油价，强行保住本土兄弟们的饭碗。站在美国的视角，这叫保护国家战略产业，属于常规的死道友不死贫道。但视线跨过加勒比海来到委内瑞拉，这就是一场毫无征兆的经济绞杀。委内瑞拉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一个极其典型的单腿蹦经济体，整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外汇收入、政府预算，甚至老百姓买面包的钱，都指望地下冒出来的那些石油。1958年的春天，刚刚通过流血革命的委内瑞拉新政府，正面对着一个烂透了的摊子，国内百废待兴，失业率居高不下。最重要的是，国库被逃亡的西门尼斯卷走了一大半，所以委内瑞拉人民对于美国包庇西门尼斯，已经感觉自己像是吃了一坨翔一样难受，但也忍了。现在新政府满心指望多挖点油卖给美国，换回宝贵的美元，来稳住刚刚到手的民主胜利果实。结果最大的金主美国，啪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了一半。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量瞬间受到精准打击，政府收入锐减，原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大量采油工人失业，街头的流浪汉迅速增加，整个社会的火药味浓得一点就着。原本以为推翻了西门尼斯就能过上好日子，结果他们一抬头，发现对岸那个标榜民主的超级大国，不仅把那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接到了佛罗里达享福，还顺手把委内瑞拉人唯一赖以生存的饭碗给砸了。而就在这个老百姓恨不得生蛋起肉的当口，美国二把手副总统尼克松为了展示大国风度，无视了中情局的再三警告，非要头铁地登上了飞往委内瑞拉的专机。
时间来到1958年5月13日上午，不知深浅的美国二把手尼克松兴冲冲地飞抵了加拉加斯。他本以为自己是来视察后院、挥手合影的，结果刚下飞机就结结实实地撞上了一个大型社死现场。当军乐队奏响美国国歌，尼克松夫妇按规矩站得笔挺时，看台上的委内瑞拉群众直接发动了生物武器攻击，漫天的口水夹杂着嚼烂的褐色烟草汁，像下雨一样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但尼克松是个狠人，他硬是掏出手帕擦了擦西装上的烟草渣，面不改色地钻进车里，继续向市区进发。中午时分，车队驶入市区的苏克雷大道，前方的路突然被几辆破车死死堵住。还没等司机按喇叭，四面八方的街巷里突然涌出将近4000名双眼冒火的民众，人群像海啸一样瞬间吞没了尼克松的黑色凯迪拉克。大家挥舞着钢管、扳手和石头，开始疯狂砸车。车外的人群发疯般地摇晃着这辆2吨重的汽车，高喊着要把它拖出来点天灯。在这个命悬一线、热血冲脑的时刻，你一定会大声质问：委内瑞拉的警察和军队死哪儿去了？答案十分荒诞，他们就在马路牙子上津津有味地当着吃瓜群众。此时，几名全副武装的顶尖特工已经把冲锋枪上了膛，手指死死扣在扳机上。只要尼克松一眨眼，他们立刻就能把外面扫成马蜂窝，杀出一条血路。但就在这个生死抉择的瞬间，满脸是血的尼克松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政治定力。他咬着后槽牙，下达了死命令：都不准开枪，谁也不许开枪。这绝不是什么圣母心发作，尼克松心里比谁都清楚，一旦美国特工在拉美街头对着平民疯狂扫射，他自己绝对会被愤怒的人海撕成碎片，而美国在第三世界的道德底线也会瞬间坍塌，整个拉美会卷起一波强烈的反美浪潮。尼克松这边刚逃出升天，消息传回华盛顿，5星上将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听到自己的副手差点被做掉，雷霆大怒。没有废话，艾森豪威尔直接按下了战争按钮，启动了著名的琼理查德行动。几个小时内，加勒比海的风云骤变，美国海军塔拉瓦号重型航母编队多艘导弹驱逐舰调转船头，杀气腾腾地直逼委内瑞拉海岸。大批精锐的美国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发出了随时空降加拉加斯武力接管城市的最后通牒。面对加勒比海上压迫感十足的美国第7舰队，刚刚还在加拉加斯街头狂欢砸烂了防弹玻璃的委内瑞拉人，瞬间像被泼了一大盆带着冰碴子的冷水，从头凉到了脚。大炮的射程就是真理的边界。这盆冰水不仅浇醒了狂热的平民，更浇醒了委内瑞拉国内那些正准备为了争权夺利而大打出手的政客们。在此之前，委内瑞拉的几大政治派系互不买账，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推翻旧政府的手工之臣，正摩拳擦掌，准备在接下来的权力真空期里拼个你死我活。按照拉美国家传统的政治剧本，接下来的剧情必然是各派疯狂内斗，社会彻底失序，某位强硬的军阀借机卷土重来，国家再次陷入黑洞。但是海面上那几艘宛如钢铁巨兽般的美国航母，硬生生打断了这个剧本。委内瑞拉的各派领袖们猛然惊醒，惊出一身冷汗。他们坐下来一算账，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逻辑：如果我们内部继续这么撕裂下去，要么是旧军阀趁乱复辟，要么是美国大兵以此为借口直接登陆接管。不管哪种结果，大家手里的底牌都会被彻底清理。在真真切切的亡国灭种的恐惧面前，所有的野心和狂热都必须给生存让路。1958年10月31日，也就是尼克松遇险几个月后，委内瑞拉3大主要政党的领袖破天荒地坐到了一张桌子前，没有争吵，没有掀桌子，大家约定好，以后的总统大选，无论谁赢了，都不能赢家通吃。赢的人当总统，但必须把内阁的位置分给另外2家，组建联合政府。这套妥协的机制原本只是大兵压境下的一种保命本能，但它却阴差阳错地缔造了一个奇迹。正是这份被危机逼出来的协定，让委内瑞拉在随后动荡不安的拉美大陆上，硬是维持了长达40年的稳定与繁荣。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被这次差点失控的首次副总统事件彻底打醒，高层终于意识到，只顾利益不顾平民死活的粗暴玩法，真的会玩火自焚。这直接促成了后来肯尼迪政府退出争取进步联盟，开始反思并调整整个拉美政策。美国承诺在10年内联合其他资金源向拉美注入高达20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那将是一个大国幡然醒悟，用财富播种和平的童话。但历史的走向是曲折的，这个投入巨资的争取进步联盟最终却在一地鸡毛中草草收场。为什么？因为肯尼迪忽略了2个极其致命的结构性矛盾。矛盾一，谁来动权贵的奶酪？肯尼迪要求拉美国家搞土地改革和税收改革，这等于是要当地大地主和寡头们的命。这些寡头把持着拉美的政权，他们很乐意把美国的援助美元塞进自己的腰包，但绝对不肯把土地分给穷人。结果，美国的援助资金大量流入了贪官污吏的口袋，底层百姓根本连个钢镚都见不到。矛盾二，当民主选出了敌人怎么办？美国虽然高喊着要在拉美推广民主，但一旦某个拉美国家真的通过自由选举，选出了一个倾向于保护本国利益、要求限制美国企业特权的左翼领导人时，华盛顿立刻就慌了。尤其是肯尼迪遇刺后的林登·约翰逊和后来的尼克松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撕毁了争取进步联盟的民主招牌，重新操起老本行，暗中出钱出枪，策动右翼军人搞事情，推翻那些不听话的民选政府。兜兜转转一大圈，美国又回到了1958年之前那个拥抱独裁者的老路上去。
所以，任何一个清醒的国家都不要想着依靠美国就能够发光发热、再创辉煌，因为美国的政治是极不稳定的。这是拉美这片土地用无数血泪换来的残酷教训。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并不是由什么普世价值观决定的，而是由其国内的选举周期、本土资本集团以及不同时期的全球战略共同揉捏出来的产物。这就导致它的对外政策经常会出现大饼式的剧烈摇摆。今天为了石油可以给你发勋章，明天为了保本主饭碗就可以断你的粮。这届总统刚送来争取进步联盟的面包，下一届总统转头就在暗地里给推翻你的军人递刀子。把国家命运的船锚抛在这样一片波诡云谲、随时改变洋流的政治海域里，翻船只是时间问题。弱国无外交，求人不如求己，只有你内部稳定，才不至于沦为大国账本上的耗材。